一雙手，一雙眼，從漫天的金光裡，向着人間所有受苦的眾生，輕輕地伸展開來。這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。可你知道嗎？她曾經也只是一位公主。千只手是為了接住天下所有伸不出手的苦難，千只眼是為了看見世間每一處不被看見的傷。可是這樣廣大的慈悲到底是怎麼修來的呢？各位善友，我是靜山，今天想與你分享一則妙善公主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東方有一個古老的國度，名叫興林國。那裡國王莊嚴，宮殿巍峨，晨鐘悠悠，街市的炊煙裊裊，百姓安居樂業，是一片富庶而太平的土地。國王的膝下有3位公主，前面2位從小嬌貴愛美，唯獨最小的3公主名叫妙善，自幼就沉靜內斂，眉目之間帶着一份說不出的清靜，和2個子是那麼的不一樣。妙善天性慈悲，還只是個孩子的時候，她見到一片落花無聲飄零，見到一個飢餓的乞兒蜷在寒風的街角，都會心生不忍，悄悄地紅了眼眶，把懷裡的點心輕輕地遞了過去。別的公主愛的是绫羅綢緞，滿頭的珠翠寶飾，妙善卻獨愛那一份清靜。她常常一個人在園子裡靜坐誦念，小小的一顆心早早的就向着修行的路。公主們漸漸都長大了，國王開始為3位女兒張羅起婚事，宮裡張燈結綵，喜氣一日濃過一日。他想為女兒們招幾位才俊的駙馬，好讓這王室的根基更加穩固。2位子都歡歡喜喜地出嫁了，唯獨妙善一個人常跪在金鑾大殿冰涼的玉階之前，輕聲而堅定地懇求父王，只願准他出家修行，這一生一世都不願婚配。國王勃然大怒，一掌拍在龍案之上，震得滿殿無聲，斥責他忤逆不孝。他怎麼也想不明白，好端端的榮華富貴不要，這個女兒為什麼偏偏要去自尋那清苦的修行路？為了磨掉他那股心智，國王一道旨意，把妙善逐出了深宮，貶到後園一處冷清的別院。那裡牆垣斑駁，人跡罕至，他盼着女兒吃些苦頭，能回心轉意，乖乖的回宮改嫁。可是身在冷宮，妙善不願也不悔。清晨的井水冰涼，掃帚劃過石階，沙沙作響。他日日汲水灑掃靜坐，反而把這清苦的處境當成了一座磨練自己道心的最好的道場。國王見冷宮折不了他的心，反聽說女兒在那兒安然向道，這怒火是燒得更旺了。他索性准她入庵為尼，可心裡卻另外盤算着一條更狠的計。妙善終於來到一座清幽的古剎，剃度為尼。青絲落地的那一刻，山寺的鐘聲正在谷中回盪。多年來向道的心願，今日總算是了卻了。他的眉宇之間是難得一見的一片安然。可是他並不知道，父王早已暗中密令庵裡的尼眾對他百般役使，處處刁難。挑水、舂米、劈柴，最重的活全落在他肩上，要逼他受不了這苦，知难而退，乖乖的回宮改嫁。妙善只是默默地承擔下了所有的苦役，手心磨出了繭，也沒有半句怨言。他那一份至誠，竟感動了天地。傳說連山中的鳥獸、龍神都悄悄地來幫他擔水運柴。刁難不成，反而招來了滿山的祥瑞。消息傳回宮中，國王再也按捺不住雷霆震怒，竟對着滿朝文武下了一道令人膽寒的命令：火燒尼庵。霎時之間，烈焰衝天，整座古剎陷入了一片火海，濃煙滾滾，梁柱在烈火中崩裂作響，眾尼驚惶奔逃。那衝天的火光把方圓的山林都染成了一片骇人的通紅。危急之際，妙善咬牙刺破指尖，以那一滴制成的血向天祈願。只見天際烏雲驟然聚攏，一場甘霖傾盆而下，竟把那場滔天的大火硬生生地澆熄了，連火都傷不了他。國王的怒氣到了極處，眼裡最後一絲溫度也熄滅了。終於，
連那一點父女之情他都不顧了，下了那一道最決絕的旨意：賜死妙善。妙善被押赴了法场，寒風捲着塵沙，圍觀的百姓暗暗垂淚。面對着迫近的死亡，他神色不驚也不懼，只是默默地合起雙掌，為父王也為天下的眾生發願祈福。就在行刑的那一剎那，天地骤暗，刀劍憑空折斷，繩索自己鬆解。傳說是山神化作了一頭白額猛虎，破風而來，將他輕輕地馱起，就離了那一座法場。然而他的身體雖然暫時的脫，那一縷神識卻在一片昏迷之中飄離了塵世。四周的聲音漸漸遠去，像沉入深深的水底。他隨着業緣一路緩緩地墜入了幽冥地府。出現在眼前的是傳說中的陰司地府，陰風拂面，寒意沁入骨髓。奈何橋望川水，一層又一層的幽暗，無數的苦魂低垂着頭，就在其間无声無息地游蕩。火城、刀山、寒冰、火湯，無量的苦難眾生在裡頭承受着自己業力的果報。那一片凄厲的哀聲，或哭或喚，此起彼落，遍滿了整個幽冥。妙善看着這些眾生受苦，那一份不忍之心又一次深深地湧了上來，彷彿那些苦都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。他就在這幽冥之中合起雙掌，至誠地默念祈願回向。他那慈悲的願力所到之處，地獄的烈火化作了清涼的微風，刀山的尖刃上生出了一朵一朵潔白的蓮花。一時之間，無量的苦眾竟都得到了片刻的安息。幽冥不再只是一片悲苦哀聲，漸漸地止息了。那些得了清涼安樂的苦魂紛紛轉過身來，朝着那一個在無邊黑暗裡靜靜發著光的慈悲身影深深地合掌。幽冥的主者見他這一份慈悲遠不是常人所能擔當，心中肅然起敬。又知他陽壽未盡，道業未圓，於是便恭恭敬敬地將他的神識重新送回了人間。妙善悠悠地轉醒過來，才發現自己已經身在一片陌生的山野。天光初露，露珠未前，山風裡帶着青草的氣息，這恍惚之間，真如已經隔了一世。冥冥之中，一位白衣的引路者現身在晨霧裡，向他輕輕指點，往南方的香山去吧，在那裡潛心修行，你便能圓滿這一生的道業。話音落處，人影已渺。妙善依着指引，跋山涉水，一路來到了香山。山高林靜，泉水淙淙。他在山中接了一間茅廬而居，從此斷絕了一切的塵緣，一心一意只是精進修行。寒來暑往，一年又一年，月光照着茅廬，松濤伴着他的經生。他在山中靜坐參禪，誦經禮佛，歷盡了風霜雨雪，可那一顆向道的心卻一日比一日更加堅定。而另一邊，那位興林國的國王因為當年造下的種種惡業，忽然染上了一種奇症，他渾身潰爛，夜夜痛苦難眠，宮中要事便是，遍尋天下名醫，都束手無策。正當群醫束手之際，來了一位雲遊的僧人。他斷言，要治這個病，必得一位至親之人，而且是不嗔不怨的，自願捨出他的一手與一眼和藥，方才能夠治癒。消息傳開，那兩位早已出嫁的子子，一聽說要捨出自己的手、自己的眼，個個臉色發白，退縮畏懼，推三阻四，竟沒有一個人肯為父親這樣做。那僧人又指點，香山之上有一位修行者，慈悲廣大，或許肯出手相救。於是宮中的使者快馬加鞭，馬蹄聲踏碎了山道的霜路，一路尋上了香山。使者尋到了那位山中的修行者，茅廬之前，一身布衣，眉目沉靜。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，眼前這一位清苦的修行人，正是當年那個被父王下令賜死的三公主妙善。妙善聽說父王病重，需以手眼餵藥，竟毫不遲疑，也沒有一絲的怨懟，只是靜靜地合了合掌，慨然的就答應了
願捨自己的手與眼去救那個曾經要殺他的父親。他默默地發下了一個願：願我以這一雙手，這一雙眼，療癒父親的病，消去父親的惡業，也平息這人世間一切的怨與恨。那一刻，山風靜了，靈鳥無聲。使者帶着那以手眼合成的藥，日夜兼程回到了宮中。國王服下之後，那纏身多時的惡疾竟一點一點地痊癒了，渾身的潰爛盡消。宮中上下又驚又喜。國王痊癒了，他感念那位修行者的活命之恩，深重的難以慰報，便決意攜着王后親自前往香山，去叩謝這位捨了自己的手眼救他性命的大恩人。可是登上香山，國王與王后卻驚見那位捨身相救缺了手眼的修行者，那一張清瘦的面容依稀還是舊時的模樣，竟是他們當年親手下令赐死的女兒妙善。國王與王后悲痛地雙雙跪倒在地，蒼蒼的白髮重重地扣在山石之上，痛悔當年那一面的狠心，淚如雨下。而妙善沒有半句怨言，那雙眼裡依然只有慈悲。妙善輕聲地寬慰着自己的父母，往事都已經如煙散去了，慈悲與寬恕永遠勝過一切的怨恨。這正是這個故事最深的一句話。父母那真心的懺悔，妙善那廣大的慈悲，這一份至誠感動了天地。剎那之間，香山之上雲開日朗，天樂隱隱，花雨繽紛，異象頓生，瑞光萬丈。就在那漫天的瑞光之中，妙善的法身湧現，化作了千手千眼的莊嚴聖像，每一只手上都生着一只慈悲的眼，便照着這世間所有迷途的眾生。千只手接住人間無量的苦，千只眼照見世間無盡的傷，慈光如瀑布般傾灑而下，下方的父母與群眾無不仰首叩拜，感動得淚流滿面。國王與王后當下徹底的悔悟了，曾經緊握權柄的那雙手，如今恭敬的合起。他們放下了王位的執着，合家虔誠的皈依三寶，發願從今往後這一生都奉行慈悲。原來這世上最大的神通，從來都不是呼風喚雨、移山倒海，而是用慈悲與寬恕，一寸一寸地化盡心中所有的怨恨。這就是千手觀音最初的由來。千只手是為了接住天下所有伸不出手的人，千只眼是為了看見世間每一處無人看見的苦。你看，那每一只手的掌心裡都睜着一只溫柔的眼。妙善的故事就這樣流傳了千古。所謂觀世音，便是關照世間一切的聲音，在微弱的呼喚也聽得見。哪裡有苦難的聲音，那慈悲就現身在哪裡。直到今天，家家戶戶供奉觀音，一炷清香裊裊地升起，千年不絕。正因為人人的心裡都盼着有那麼一份慈悲，能照現，能接住自己心底深處的那一份苦。願這一份慈悲與寬恕，也化作千手千眼，在每一個無人知曉的深夜裡，輕輕地接住你我心中每一道伸不出去的手，每一處不被看見的苦。故事說完了，夜深了，最後只餘下一盏燭燈，靜靜地燃着暖暖的光暈，輕輕映在牆上。慈悲不滅，就像這一盞燈，長明不息。妙善的千手千眼不是天生的神通，是一顆被怨恨燒過卻始終不肯恨的心。放下怨，慈悲就現前。我是靜山，下一個故事線。